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位挺特别的网络作者，叫七剑战歌之风月。这位作者，对，我们主要看他大概在2017年，特别是2019年，在一些论坛上发的帖子。是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他对当时中国经济，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一些分析和看法。没错，咱们今天的目标就是帮你梳理一下他那些帖子里头最核心的一些观点，还有他的预测。他涉及的面还挺广，房地产、经济会不会收紧，大家花钱的习惯，工厂搬家，还有外汇什么的。对，话题不少，感觉他当时的一些看法，现在回头看，挺有意思的。是，确实值得我们深入看看。好，那我们就这开始吧。首先哈，看他的帖子，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他对房地产市场，怎么说呢，非常不看好。不是一般的谨慎是吧？对，相当悲观。他反复说房价会大跌，甚至用了崩盘这个词。这个词分量很重啊。是啊，他还强调说房地产关乎60个行业，所以要是调整起来，那肯定是个痛苦的过程。他有没有给出什么具体的理由，或者说观察到的现象呢？有，他举了一些例子。比如他说2019年4月份那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一下子掉得厉害，说是一夜回到20年前。哇，这个形容。还有5月份二手房成交量，他说是有2位数下滑。他还特别直白地说，当时卖房子很难，你卖个房子去试试。很形象，直接点出了市场的温度。而且他把房价定性成一个货币现象。哦，货币现象。对，就是说跟钱有关系。他觉得泡沫要是破了，谁的跌幅也不会小。而且预言说，以后房产税出来，大家生活成本还得加。他把这些都串起来了，听起来不只是看空房价本身，背后应该有个更大的逻辑。没错，他到底是怎么把房地产和整体经济联系起来的呢？这挺关键的。对，这是他分析的核心。他不是单独看房子的事儿，而是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经济和货币政策的背景里。哦，具体说说。他反复提一个词叫紧缩。紧缩？对，他说国内早动手紧缩了，还说持续紧缩累积到一定程度，房地产也就到头了。在他看来，2019年那会儿已经是最后的超级大紧缩阶段了。他这个紧缩具体指什么呢？是说央行加息这种吗？感觉不完全是官方操作，更像是他观察到的整个市场上的钱，那个信贷开始收紧了，流通慢了。把宏观政策、市场上的钱和资产价格放一起看，这个视角在当时讨论软着陆的声音里，算是挺不一样的。确实很大胆。他还批评说，太依赖房地产会把实体经济搞垮。话说的挺重，他说中国这房地产会把一切企业都消灭完。这么严重？是啊，他觉得牺牲工业去保房地产软着陆，这条路走不通。他还看那个 M2 数据，广义货币供应量。对，他看的不是总量多少，而是那个增长速度够不够还旧债的利息。他觉得这里面有风险，预言说 M2 衰退就在眼前，被动去杠杆即将开始发生。所以在他看来，根子在钱这儿，在信贷，而且会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对，逻辑是这样的。那除了房地产这个大头，他还注意到了哪些具体的经济现象呢？他还提到了消费，比如说他车不好卖了，访问你以为车子价格没有抛吗？汽车市场。对，他还观察到很多人收入下降了很多，没钱了，这跟他那个经济紧缩的判断是一致的。这就说得通了，为什么他也看空消费？那制造业呢？当时关于工厂搬走的讨论也不少。制造业这块他也有说法，他不觉得印度能那么快就变成下一个世界工厂。那他看好哪里？他反而觉得中国内部珠三角农民工时代结束了，然后说中国经济的未来在江浙。有意思。那制造业遇到的困难，他觉得是什么原因？他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房地产把成本抬上去了。高房价、高房租拉起全社会成本，国内优势上尽。成本高了，工厂利润就薄了，这个逻辑很清楚。他还提到外汇了，是吧？对，外汇，他觉得因为有管制嘛，所以有问题会先在那个黑市汇率上看出来。但他也强调了不同之处。是的，他说中国主要是内债，跟那些特别依赖外债的国家不一样，所以就算有冲击，汇率问题的反应方式和后果可能也不是那种典型的外债危机。明白了。那基于他这些判断，他当时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
听起来应该很实际。非常实际，就是让你少压库存，手里尽量保持流动性。现金为王。对，就是这个意思。他还特意提醒，不要搞高杠杆，欠太多债。他说，那时人们没有现在这么多债，明白？核心就是准备过苦日子，能不要失业就好。非常谨慎，强调保住现金流，降低负债。对，一种防御性的策略。好，那我们稍微总结一下，这位七剑战歌之风月在大概2019年前后发的这些帖子里，核心信息大概是，他觉得货币要紧缩，所以房地产会大调整，经济会疼，消费也不行。他还觉得房地产泡沫把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给挤兑的够呛。是的，挤压效应。最后，他建议大家在那时候就该多留现金，少欠债。没错。那么，所有这些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其实是这位作者在当时那个时间点，根据他的观察和推导给出的一个个人看法。一个窗口。对，一个窗口，让你了解当时市场上存在的一种可能不是主流，但逻辑上能说通的声音，看看他是怎么把宏观、货币和具体市场现象联系起来的。是，这些分析和预测后来怎么样了是一回事，但理解他当时的思考方式本身就挺有启发的。最后，留给你一个问题思考一下，你看这位作者的分析，不管你同不同意他的结论吧，他都揭示了货币政策、资产价格、实体经济之间那种挺复杂的关系，对吧？确实很复杂。那么回过头看这些历史上的分析视角，比如这些来自2019年的观点，它能不能帮你更好的去解读，就是现在任何一个经济体它释放出来的各种信号，然后去评估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呢？这是中文网络的第一神帖，作者七剑累计有将近1个亿多的浏览量，他的帖子启蒙无数人。看了七剑老师的帖子，会茅塞顿开，看清了房价的本质。七剑的帖子挽救了无数人，多少人避开了高位接盘，能安稳度过后半生。下面是七剑关于房地产和经济恶化观点的总结。请注意，他的观点在2016年就开始坚持在天涯论坛介绍给大家，告诫大家不要买房子。七剑即天涯社区楼主七剑战歌之风月对房价和房地产问题的分析，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核心依据。货币现象是房价的本质。七剑的核心观点是，房价的本质是货币现象，是由 N2 广义货币供应量引起的。他认为，不懂货币就不懂银行，不懂银行就不懂房价。他驳斥了其他关于房价的论述，认为他们都是错误的。货币超发和过度投资，七剑认为中国经济的问题根源在于国内货币超发严重，印钞导致产能过剩和过度投资，最终导致了大萧条。钱不是不够，而是太多了，都拿去炒房子了。货币紧缩的趋势，七剑认为货币紧缩、货币大紧缩甚至超级大紧缩是未来的趋势。他警告不要相信美元加息周期中的任何宽松言论。他指出，央行敢公开说不降准、实行货币紧缩，就是不怕人们不炒房了，因为炒房者已经被套住，卖不掉了。汇率的重要性，七剑认为汇率才是命。他主张人民币汇率升值是提高效率的关键，可以平衡贸易，消除贸易争端。汇率崩溃会导致恶性通胀爆发，对老年社会是毁灭性的。人民币信用等同于政权信用，整个工业体系和国际贸易也会崩盘。他认为，随着资产价格破灭和 N2 衰退，多数过剩货币被消灭，离岸人民币被收回，最危险的时期已经过去。高债务问题，七剑强调高家庭债务，特别是因炒房使用高杠杆，首付和房贷都是借的，导致的债务会迫使炒房者无底线的割肉卖房。高家庭债务直接影响消费，导致现金流下降，消费和投资意愿及能力减弱，这阻碍了中国经济向消费型转型，可能形成恶性循环，导致房价崩盘后更大的通缩。
他认为过度炒房的地方，如杭州、山东，因过度负债，未来发展堪忧。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戚健坚定地预测房地产泡沫会破裂，房价会崩盘。他预计房价会大幅下跌，一线城市甚至可能出现腰斩或2个腰斩。他认为房地产崩盘无法通过任何政策挽救，要等到房价跌到很多人跳楼了，再研究是不是底部。房地产对实体经济的损害，高房价、高租金全方位拉高企业成本。房地产掠夺社会财富，导致全社会失去消费能力，钱都去炒房子了，无法进行其他消费。戚健认为，房地产不崩溃，中国经济就会崩溃，因为最终收入取决于实体经济的产出效率。他认为，过度依赖房地产发展经济的国家和地区，最终会付出沉重代价。实体经济正在成批倒下，这是巨大的代价。失业和收入下降，戚健认为失业会大量爆发，收入泡沫正在破裂，这导致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他认为，返乡创业的宣传是因为房地产熄火，导致大量农民工失业。他观察到城市商业店铺倒闭、交通不堵塞、人们返回乡下等现象，认为这是经济萧条和失业返乡的体现。他认为多数人的收入依赖于实体经济和体制外就业，现在多数人收入并没有上升。政府和银行的角色，戚健认为地方政府曾依赖卖地收入，但现在面临财政困难。他认为政府试图通过收税，如土地增值税、房产税来替代土地财政。他认为，如果房价崩盘，许多银行可能会倒闭。央行通过提高基准利率来保护商业银行的存贷利差，是为了避免未来出现次贷危机，这需要牺牲房地产。社会阶层核心里，戚健认为，炒房者多数是想成为小资产阶级的小市民，缺乏革命性，只为利益驱使。他们面对房价下跌时会感到恐惧，甚至精神错乱。戚健认为，这个帖子是为买不起房的穷人而写，帮助他们理解经济规律，在房价崩盘时抓住机会买到便宜的房子，实现财富的重新分配。综上，戚健分析房价和房地产问题的依据，主要建立在他对货币、债务、汇率以及实体经济与房地产关系的理解之上，并结合他对经济周期和社会现象的观察。